歡迎收看《北境不靜音》，我是北境。面對真相和良知，我選擇不靜音。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今天我們再次聚焦香港這場大火。有這樣一個視頻，先給大家看一眼啊，非常令人動容。再買一層樓，咁我都咁辛苦成日樓供完啦，依家跟住又要俾維修費，維修費嗰度我又俾咗18萬啦，差唔多。我已經冇晒錢嘛，我個單親嘅媽媽嚟嘅，大佬我已經冇晒錢，你依家燒壞我間屋，我可以做得啲乜嘢啊？這個我不知道粵語能不能自動翻譯出英文字幕啊？我給聽不懂中文的觀眾朋友們解釋一下，這是一位單親母親，那麼她所有的錢都買了這個樓花掉了，然後這個維修費又付了18萬啊，那麼她現在已經沒有錢了，但是這一把火把一切都燒完了，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啊，非常的可憐。那我知道有些人的家庭啊，整個是全都燒死了。這個事情是這樣啊，我覺得必須要去把真相調查出來啊，到底為什麼，是吧？這個不是我們在網絡上去炒，到底是由於那個阻燃網，還是由於那個竹架子啊？在這個地方炒沒有任何意義，需要有獨立的調查組，需要專家的意見。我上一期節目裡可能也犯了錯誤，因為我們這樣的做自媒體的，我們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我給大家糾正一下。我上一期節目裡說，香港的這種私人工程和政府的工程，它的要求材料的標準不一樣，那麼就有觀眾糾正我說，是一樣的，只有一個標準。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真實的答案是什麼。所以你看，我們只能夠發聲，引起大家關注。那麼關於這個事情究竟是什麼原因起火的，以及誰的責任啊，如何問責，這些東西都是需要去做的，對吧？我們現在後面都是要去認真去做的。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在香港社會現在流傳着有關於這件事情調查的4大訴求啊，你看就是有像這樣的小傳單在發啊。那麼這4大訴求我寫得非常的好，我給大家先念一遍啊。還有關大埔鴻福苑5級火災的4大訴求：一、持續支援受災居民，確保妥善安置，沒有人應該因為人禍而失去家園，受災居民失去安樂窩，全數財產盡失，不少更經歷與親人和寵物天人永隔之痛。政府作為負責保障香港人性命財產的機構，應盡快確保居民或妥善安置，同時聽取居民訴求，安排中長期的居所、交通、醫療及情緒支援等服務，以舒緩火災對居民身心靈、社交與財政等方面的衝擊。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徹查潛在利益輸送。鴻福苑大火起因存疑，現實資訊更直指屋苑大維修工程背後可能涉及龐大利益輸送。具阻燃性的棚網與普通棚網的差價，形成貪贓枉法的空間。另一方面，大廈消防鐘在火頭初起時竟無響起，導致不少居民錯失逃生的黃金時間。為還原真相、追究責任，我們絕不允許形式主義的問責。政府必須及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公開所有涉事文件，深挖事件背後的關係網，以及各持份者的角色與過失。三、重新審視工程監管制度，拒絕既起了事。早在2023年9月，已有鴻福苑居民向勞工處投訴大維修工程，明確指出外牆棚網存在防火安全隱患。唯勞工處當時僅回復稱棚網符合相關標準，發出改善通知書便草草了事。然而，火勢短短數分鐘內便從低層燒至天台，令人質疑棚網阻燃性。此外，建築商人潘卓宏去信消防處查詢阻燃棚網的具體標準，
至今仍未獲任何正面回復。居民投訴被擱置，去信查處無人理會，部門互相推卸責任，監管機制形同虛設。政府應重新審視工程監管制度，確保建築承辦商依照安全標準工作，而非只拘捕數人即其了事，或以棚架物料混淆視聽。4. 全力追究監管疏忽，問責政府官員。鴻福苑大火無情奪去多條人命，這不是天災，而是長期監管失靈，部門瀆職累積的人禍。火已熄滅，但暴露出的制度漏洞、部門失職與缺席絕不能隨之煙消雲散。市民需要的不是官樣文章式的會檢討，而是真相、改革及實質問責。我們要求調查結果必須明確指出應承擔責任的官員姓名，不得僅以棄用竹棚含糊帶過。政府欠香港人的是一次真真正正指名道姓的問責。這個寫得非常的好，对吧？這個訴求4大訴求非常的合理，沒有任何的問題，但是發起這項聯署的人被逮捕了。要求獨立調查火災原因，結果這個人被國安處拘捕，據說叫 Miles。那麼拘捕的原因，我們看到有這樣一條新聞，駐港國家安全公署說的，標題叫堅定支持香港特區依法嚴懲反中亂港分子以災亂港行徑。就是人們香港人要求獨立調查，給出一個真相，並且對於責任方去問責，這樣的一個4大訴求，現在被中共扣上了以災亂港的帽子，說他們是反中亂港分子這個文章就不給大家念了全是中共的一套官話。那麼今天做這期節目，主要是把這4大訴求念給大家聽去傳播，這是非常正當的訴求，以及如果以此來逮捕人，我們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对吧？你說香港也是屬於這個國家的，我們看看這個國家的根本大法，高於國安法之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憲法是怎麼寫的？我們看憲法第35條，對吧？這個是百科百度百度百科对吧？中华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關鍵現在人家還沒有遊行示威，只是要求你調查這個火災的原因，對不對？再往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对吧？你不可以就這樣就扣一個帽子就逮捕了。你看，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等，這些都是不可以的。你當然了，誹謗诬告誣陷侮辱這些也都是不可以的，這都是憲法裡說的。那我們再來看，任何法律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否則無效。因為你一個國家的立國，憲法是基石，其他的法律都是從憲法衍生出來的。那麼憲法規定了給人民以這種言論表達的自由，你就應該去服從這個憲法。你現在後面搞出一個什麼國安法，實際上是在剝奪香港人的這些自由的時候，跟憲法的規定，我剛才念的那些是完全相抵觸的，所以理論上國安法無效。好，就是這麼一個邏輯，对吧？ OK， 今天節目最後還有一個文本想給大家念，這是一個來自微博上的一個人的留言我覺得他寫的特別的好。這個事情也讓很多在中國大陸的民眾去感受一個正常的社會和國家應該是什麼樣我們看他是這麼說的，他說，香港火災的事情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一場重大的安全事故是可以如此進入到公共場域的。還沒入夜的時候，各種港媒和自媒體迅速爆出各種對於維修承包商施工文件的分析和揭露，又在幾小時內迅速討論到上升到業主立案法團、公共房屋制度、公民社會韌性。
社媒上的每個人，上到專家學者或者 XX 委員，下到最普通的民眾，都那樣不加掩飾地表達憤怒和痛苦，一起批判，一起祈禱，一起為生還的人和動物落淚。原來一個正常的、容許調查、容許表達的公共空間是這樣子的。一個這樣的空間會讓我有想要立刻衝往現場的慾望，一種我必須和他們站在一起的衝動。造成11個施工人員死亡的鐵路事故，通告最後落在會維護好鐵路運輸的安全穩定。11個人呢，你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追問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可是一切都是封閉的，在每一個社媒平台看不到任何健康的有價值的討論，哪怕是哭聲。sorry 啊，這個可能是香港的一個人留的，在微博上留，有可能是香港，我感覺不像是大陸人的一個語氣啊，所以我覺得啊，现在这个事情到现在这樣，那麼救災啊，捐款呀、重建呀什麼這些事情，當然又是不是又能救出一個人或者一個小動物呢？當然都很重要。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現在這4大訴求是必須要去滿足的啊。不好意思啊，這個狗狗在我身上啊，它有點不高興了。那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就做到這裡啊，因為我就是想把4大訴求念給大家聽，告訴大家有這個事情，以及發起這個人被逮捕了。那麼依此據立的這個國安法啊，違反憲法是無效的。這個訴求和什麼香港獨立、什麼亂中亂港一點關係都沒有啊！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訴求，我覺得所有的中國的大陸人也應該支持香港人的這4大訴求。加油啊！感謝收看啊，訂閱啊，我就不給大家做這個核實的動作了，太鬧騰了它。拜拜。